流感高发期来临，建议中老年人多吃3样，增强免疫力，少生病。流感高发期的悄然来临，健康再次面临挑战，特别是中老年人群体，由于身体机能逐渐下降，免疫力相对较弱，更容易成为流感病毒的目标。但是不用担心，通过合理的饮食调整，我们可以有效增强身体的抵抗力，减少生病的几率。常见的流感包括哪些？我们最常见的流感就包括甲型病毒引起的，这种病毒通常会引起大规模的疫情，因为它传染面非常广，不单包括人类，还包括禽畜，如果没有及时控制，可能引起全球性的流感。发生这种流感时，我们可能会出现发热症状，这种发热现象是突发性的，而且可能达到39摄氏度甚至更高。这种症状持续时间也比较长，同时会伴随着体寒、打寒战等症状，还会出现呼吸道症状，喉咙痛、鼻塞、流鼻涕都是常见的症状。如果流感病毒持续时间长，还可能引发炎症反应，可能会出现流脓鼻涕的情况。小部分患者还会出现全身乏力、肌肉酸痛的感觉，但随着病毒的消失，这些症状会逐渐减轻，直到消失。部分甲型流感患者病情较重，可能出现并发症，如病毒性肺炎、细菌性肺炎，极少数患者甚至可能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，危及生命。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流感病毒，乙型流感病毒，这种病毒只感染人类，不会跨物种传播，但仍可以引起季节性流感。它可以分为2个系列， Yamagata 系列和 Victoria 系列。虽然乙型流感病毒的变异速度相对较慢，但仍需引起足够的重视。乙型流感患者大多会出现38摄氏度以上的高烧，持续时间为2至4天。与甲型流感相比，乙型流感的发热程度可能稍低，但同样会给患者带来不适，常伴有干咳或痰咳，咳嗽可能持续长达2周甚至更久。部分患者还会出现喉咙疼痛、灼烧感等症状。由乙型流感病毒引起的全身性症状会比较明显，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非常疲惫、四肢无力，甚至会出现酸痛的感觉，这种情况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。当然还会伴随其他呼吸道并发症，但是呼吸道的并发症相较于甲流症状较轻。这种类型的病毒很少出现比较严重的并发症，但不意味着完全不会引发急性并发症。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肺炎，这种情况需要及时治疗，以免影响我们肺功能损伤。丙型流感病毒出现的症状与一般流感症状相似，也会出现发热感冒的情况，但相对于前2种病毒，它所引起的症状比较轻，通过一些药物治疗能够有效缓解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不会引发大规模的感染。它感染的主要是人类，虽然它的症状轻微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丙型流感可以忽略不计。因为对于某些特定人群，如儿童、老年人或免疫力低下者来说，丙型流感仍可能带来严重的健康威胁。患者通常会出现低至中度的全身性发热现象，体温可能不会超过39摄氏度，发热可能伴随出汗不畅和口渴等症状。丙型流感患者常伴有咳嗽症状，多为干咳或少痰。咳嗽可能是由于流感病毒刺激呼吸道黏膜或激发呼吸道感染引起的。丙型流感患者全身症状较为轻微，但仍会给患者带来不适。这类较少出现严重的并发症，但仍需警惕继发感染和其他潜在的健康问题。对于特定人群来说，丙型流感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健康威胁。在流感高发季节，中老年人等易感人群应特别注意预防流感的侵袭。对于已经出现流感症状的患者来说，及时就医并遵循医嘱进行规范治疗也是至关重要的。根据一项纳入32项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显示，未接种流感疫苗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，确诊的有症状流感发生率高达 7.2%， 而且老年人流感后的死亡风险也远高于其他年龄段。我国研究发现，在2010至2015年间，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流感相关超额死亡数占到了全人群的 80%， 其超额死亡率更是高达 38.5 每10万人。这提醒我们中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，免疫系统相对较弱，更容易受到病毒的侵袭。合理的饮食不仅能够提供必要的营养支持，还能增强免疫力，帮助中老年人抵御流感的威胁。
建议中老年人这类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，可以适当吃一些提高免疫力的食物。2. 流感高发期来临，中老年人多吃3样食物。1. 冬瓜，清热利湿，促进排毒。流感症状，流感患者常伴有发热、咳嗽、喉咙痛等症状。冬瓜性寒味甘，具有清热利湿、解毒消肿的功效。食用冬瓜可以帮助中老年人缓解流感引起的发热症状，减轻喉咙肿痛，促进身体康复。冬瓜富含膳食纤维，能够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中老年人排出体内毒素和废物，从而减轻身体负担，增强免疫力。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对于维持生理功能、提高抵抗力具有重要作用。而且中老年人新陈代谢减慢，容易出现体重增加、血脂升高等问题。而且它热量比较低，并不会给中老年人带来热量负担。它含有的纤维物质更容易让我们有饱腹感，反而有利于帮助我们控制体重。2. 枇杷，润肺止咳，缓解流感不适。枇杷是一种药用价值比较高的水果，中老年人多吃枇杷，有助于缓解流感引起的不适症状，促进身体康复。流感患者常伴有咳嗽、咳痰等症状，严重时甚至会影响睡眠质量。枇杷具有一定润肺止咳、化痰平喘的效果，食用后能够帮助中老年人缓解呼吸道症状，减轻咳嗽和咳痰带来的不适。枇杷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 等营养素，有助于保护呼吸道黏膜，增强呼吸道抵抗力。枇杷果肉多汁，味道甘甜，食用后能够迅速补充身体水分，缓解口渴症状。枇杷还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这些营养素对于维持人体水电解质平衡，促进新陈代谢具有重要作用。3. 无花果，健脾开胃，促进营养吸收。无花果食用后能够帮助中老年人改善消化功能，提高食欲，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果胶等成分。这些成分能够增加肠道蠕动，促进排便，有助于预防便秘等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。无花果富含多种抗氧化物质、维生素 C 和花青素等，这些物质能够清除体内自由基，减少氧化应激反应的发生，从而延缓细胞衰老速度，对于激活细胞活性具有积极的作用，同时也会对免疫细胞有积极影响。所以建议中老年人可以适量吃一些无花果。在流感高发期，中老年人应该注重饮食调理，多吃冬瓜、枇杷、无花果等。这些食物不仅能够提供必要的营养支持，还能增强免疫力，缓解流感症状，促进身体康复。当然，除了饮食调理外，中老年人还应该注意其他方面。3. 预防流感发生，这些方面也很重要。日常的生活习惯是增强体质的重要方法，我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。祝老年人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休息，晚上睡觉对于身体恢复和修复非常重要。休息好了，对免疫系统恢复也有利。为了改善睡眠质量，可以尝试建立固定的作息时间表，创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，减少晚上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。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，影响睡眠周期。规律的身体活动能够增强心肺功能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身体的代谢率，从而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。运动还能促进内啡肽的分泌，这是一种自然的情绪提升物质，有助于减轻压力。而长期的精神压力也是降低免疫力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中老年人最好不要吸烟喝酒，这两种不良的习惯都对我们的身体有损伤，尤其是我们的免疫系统。这两种不良习惯会刺激免疫系统下降，导致我们的呼吸系统防御功能下降，更容易发生一些感冒或流感。为了降低这些疾病发病率，一定要摒弃这个不良习惯，保持环境卫生，创造健康的居住环境，保持室内空气流通，流感病毒在密闭空间内更容易传播。定期开窗通风，保持室内空气新鲜，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措施，特别是在流感季节。应每天至少开窗通风2次，每次至少30分钟，以降低室内病毒浓度。流感病毒可以在物体表面存活数小时至数天，定期清洁和消毒家居环境至关重要。使用含有酒精或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、门把手、遥控器等高频接触物品，可以有效杀灭病毒。
在流感高发期，我们尽量远离人群密集的地方，一定要外出要带好防护措施。我们还要进行个人防护，手部是接触外界环境最多的部位，也是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。勤洗手是预防流感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我们接触到公共物品后，一定要彻底清洗双手。接种流感疫苗是非常有必要的，每年流感季节前，根据当地疾控中心或医生的建议，及时接种流感疫苗。另外，保持好心情对提高免疫力也有帮助。预防流感是一个涉及多方面、多层次的综合过程。除了注重饮食调整外，我们还应关注生活习惯、环境卫生、个人防护以及心理健康等关键领域。通过实施这些综合性的预防措施，我们能够构建一个强大的流感防御体系，保护自己免受病毒的侵害。预防永远胜于治疗，让我们从现在做起。中老年人免疫力下降，非常容易发生流感。我们通过生活调整和饮食调整可以降低发病风险。在流感高发期，我们建议多吃以上3种食物，有助于帮助我们降低流感病毒发生风险。